要欢乐，要开心。你们这板着脸，跟真的死了亲友似的。这本元帅很难带你们去为水神大人做事啊。大家要跟着鼓声的节奏。马面抱着胳膊，温声指点了几句。我们是要给妖族送官，为的是激怒他们，这样才能达到与他们开战的效果。于是这一群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排练。打起精神，继续练，一定要万无一失，不出差错。过几天才能去两军阵前为咱们水神大人助威。言罢，牛头突然嘿嘿一笑。哎，妈，你说咱们要不要在这石棺上边弄个路牙道人的牌位呀？马面沉吟几声，否定了这个想法。毕竟他们去立牌位上香，那岂不是让妖族太子占了便宜？远处文静道人禁不住抬手扶额。这莫名感觉跟他们一同为水神大人效命，略微有一点点羞耻呢。摇摇头，文静道人转身赶紧离开此处。闻声再起，他去了血海深处一处隐秘之地，熟门熟路地寻到了一片断壁残垣。文静道人化作了平日里那妖娆的身形，身披血纱衣，带着几声娇笑走向前方的宫殿遗址。他步履轻摇，笑容妩媚，美态横生，但自身散发出的那一股凶恶气息却让殿中不少生灵轻轻颤抖。径直走到一根石柱旁，文静道人倚着石柱摆了一个慵懒的站姿，发出了两声勾人心魂的轻笑。哼，怎么没想到被派来帮你们的会是本王？大殿角落有嗓音传来。文静，你也是血海生灵，当年得过老祖指点，希望你记得这般恩情。哼，本王自不会忘了这般恩情，毕竟当年老祖可是杀了本王9成的孩儿。大殿角落中传来了铁链拉动的声响，道道气息掠起，锁定在了文静道人的身上。文静道人却是浑然不觉，凝视着自己的仙齿，淡然道：今时不同往日，老祖已死，本王如今也有了靠山。你们该不会真的以为我不杀你们是忌惮你们神力通天，神通广大吧？算了，跟你们也没什么好说的。你们选的罗刹女在哪儿？角落中传来了一声满是疲倦的苍老嗓音：望灵山信守承诺，将原图剑归还我族，由我族公主执掌。这嗓音落下，一道窈窕的身影自角落而出，身披银色斗篷，浑身散发着淡淡祥和气息，与此地氛围有些格格不入。文静见状轻笑了一声，出言讽刺：你们倒是舍得下血本啊，竟将自家老祖不多的血脉都送了出来。那披着斗篷的少女摘下斗篷帽，露出了一张美丽的面容以及那头银白长发。她对着文静低头行礼，轻声道：铁扇拜见前辈。血海那一座宫殿中，文静道人鬼魅的身影飘向前，在这修罗族少女身旁转了半圈，而后朱唇轻启，在她耳旁轻轻地吹出了一缕气息。这少女虽然极力的忍耐，但是脸颊还是划过了少许红晕，银白长发轻轻飘舞。真是个不错的苗子，送去灵山当真可惜了，那里的老道们可没几个会解这风情。文静，老祖的剑是我一族至关重要的信物。角落中那沙哑的嗓音继续说着：我们已归顺灵山，原图剑交由殿下执掌，与灵山也并无半点损失。你们的话，本王会原封不动地带回去。文静道人轻笑着，指尖在银发少女脸庞划过。哼，但有没有用，那就非本王能管了。在另外一个角落中，有一道魁梧的身影似乎要冲出黑暗，那粗犷的嗓音压着浓浓的怒火：文王，你什么意思？表面意思咯。
文静道人轻轻地弹了弹指尖，嘴角含笑，凤目余光瞥向那一道身影。不服？那道魁梧的身影陷入了沉默。废物！文静道人轻哼，随即突然转身，血色纱裙飘舞之间，将整座大殿照亮。各处角落里，或坐或站或躺的修罗身影，由老而幼，由弱而强，大半都是面露怒色。血海修罗早已不复当年，竟还整日抱着一把剑，幻想当年的美梦，忘记你们老祖是如何死的了？有剑又如何？原图阿鼻都被你们找回来了，又能如何？这般血海，倒不如就此枯萎，还挣扎什么呢？刺耳的大笑声中，文静道人与那银发少女已经是没了踪影。砰的一下，一面墙壁被铁拳砸碎，这残破的宫殿中回荡着压抑的怒吼声，但是终归渐渐平静了下去。一道朝着幽冥界边界飞驰的血光中，文静道人看向自己手中提着的少女，略微思索，嘴角露出淡淡的微笑。算了，我现在没办法跟海神大人联络，还是先把灵山给的差事办好，我要节外生枝了。本想给海神大人培养个侍女来的，毕竟冥河老祖的血脉如今也挺罕见。文静道人眼尾一挑，先是扫向了那丰都城的方向，看到了那群扛着棺材奏着乐曲的战巫已经是走出了城外雄关，似乎是在朝着幽冥界的边界进发。那戴着头套的地府勾魂元帅此刻坐在石棺上，随着后面敲锣打鼓的节奏不断扭动着那强壮的身躯。文静道人嘴角微微抽搐几下，突然感觉自己辛辛苦苦在西方教卧底，始终是不如直接对海神大人效忠来的快乐呀。正此时，南赡部洲西北方向一座人族大城附近，路亚老道背着大葫芦自云间缓缓落下，先是仔细地搜索着城中各处的情形，或许是太过专注，当他要落在地上的时候，脚下忽然一滑，堂堂妖族太子，斩仙飞刀拥有者，天庭追捕第一人，莫名其妙的就朝着前方扑倒了。罗亚一愣，但是反应也是神速，身影轻轻一闪，直接施展出挪移术法，出现在10丈之外，稳稳的站好。罗亚道人眉头紧皱，这种感觉，这种无缘无故就遭灾的情形，我曾经经历过。怎么回事？为何又来了？这霉运莫非经周天运转，又或是妖族气运不足所导致？哼，我路亚道人又如何会为这般霉运所困？当下路亚道人闭上双眼，仔细搜查临近大城中的情形，发现自己要寻找的那位大人之后，施展变形之法，化作了一名中年妇人。刚要迈步赶去大城之中，路亚道人的额头不由得挂满黑线，脚底板这松软的触感，微微的粘性，笔尖嗅到的微弱芬芳。哎呀！路亚咬牙低骂着某只无理的野兽，朝着树林外走去。这一路路亚莫名其妙地撞到了2只互相厮杀的野狼，走着走着又莫名其妙地走入了一群凡人强盗窝中。哎呀，虽然对他也没有什么威胁，但是这些遭遇确实有些坏他的心情啊。感觉这次霉运比上次要轻松许多。罗亚道人想到了太阳宫中自己差点练功练死的情形，也是禁不住打了个冷颤，心底道一句父皇保佑，略微有些狼狈地出了这一片丛林。但是这般小灾小祸却是连绵不绝，他化作了中年妇人，走在路上就会被行人无故的撞一下，遇到2个孩童嬉戏打闹，还能将小竹箭射到他的眼睛上。哎呀，要么就是突然有一片云飘过，以他为圆心，直径100丈之内下一场瓢泼大雨。路亚被气的是道心轻颤，但是有了上一次的教训，他强行让自己保持了冷静。他怀疑有人故意整自己，但是先是探查各处，竟然找不到丝毫的踪迹。
总算跌跌撞撞进了城。卢鸦化作了中年妇人，一路低着头，默默走到了城中最热闹的酒楼侧旁小巷，站在那名趴在桌子上打瞌睡的老者身前。是这里了，那位前辈的隐居地。这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卦师，专门为人卜卦算命。一张桌子，一只写着10卦9不准，1天算10卦的桌围布，这就是这老卦师的全部家当了。陆牙干咳一声，老卦师头也不抬，有气无力地回了一句：算不了，今天的10卦用完了，客人改日再来吧。是吗？陆牙道人传声：前辈既留在此地见我，何以低头不见？老卦师抬头瞧了眼，那双老眼中有些迷糊，嘀咕道：夫人您哪位？小老儿与夫人您见过。哎，这位夫人，您印堂发黑，似有血光之灾啊。陆牙道人拉过长凳，径直坐在长桌的对面，笑道：哎呀，正是有这般灾祸，我才来寻前辈指点一二。不知这灾祸是否可破解啊？老卦师扶着花白胡须，略微有些不正经的长相，显露出少许为难。要不，这位夫人在这里多坐半日，过了今夜子时，小老儿也就能继续为人卜卦。明日的10卦中，给夫人一卦也是无妨。前辈，我不宜在此地露面太久，不如你我找个僻静之地相谈。这可使不得。老卦师连连摆手：虽然小老儿无妻无子，但也是方圆几百里有头有脸的卦师，与夫人您独处一室，怕是会惹人闲话。陆牙道人垂眸，眼中流露出几分无奈：前辈当真不念昔日旧情了？这如何说的？老卦师顿时来了精神，仔细打量眼前这妇人。我跟您认识？陆牙道人叹了一口气，满面悲凉，却也知自己无法强求什么，起身行了个礼，转身就要离开。殿下，你咋过来了？突然听身后传来一缕传声，有一个身穿短衫的中年男人在隔壁酒楼底层窗户中探出个头来，手中还端着一个铁锅颠勺。啊，等我炒完这个菜。稍等啊，殿下，还有2桌客人在等着。陆牙道人额头挂满黑线，浑身乱颤，差点现出本体，一口太阳真火烧了这个城池。那个陆牙现在会去做什么呢？小琼峰上，李长寿坐在丹炉前静静思考。面前这漆黑丹炉中即将成丹的丹药已经是散发出阵阵霞光。他此时一心多用，除却炼丹之外，还在远远监视黑豹的动向，顺便在密室中思考地府改革的具体措施。黑豹此时正朝着他自己的洞府而去，但是黑豹不知的是，这水妖淼淼已经是在2日前收拾好了包袱，离了这洞府。具体为何，李长寿也不是很懂，大概就是爱过。或许水妖淼淼呢，是察觉到黑豹卷入了大因果中，怕自己承受不住这般的因果，借此机会离开了吧。水妖给黑豹留了一封信，李长寿出于尊重生灵隐私的角度，并未打开去翻看，但是稳妥起见，他用先时目睹了水妖写信的过程。信中只是写了他们夫妻姻缘已尽，自此两散，今后不必找寻或者挂念，云云。可怜的黑豹此刻尚不知自己回了一套金鳌岛，回家之后会面对什么，也不知水妖淼淼离开的这件事会对黑豹形成多大的打击，是否会影响到黑豹的性情。这一次的具体计划是什么呢？其实并没有计划，
李长寿发檄文追杀陆押道人，将这个消息透露给黑豹，已经是他的全部计划了。他只是给妖族这一潭水扔下一大一小2块石头，能炸出什么水花，能掀起哪般规模的浪潮，都是未知之数。李长寿这一次其实是想清净无为一把，倒不是他嫌穷举法算计安排太过累人，相反，这是李长寿反思自我之后才决定做的尝试——无为。李长寿此时的理解中，无为就是此事发展的一切可能性都在自己能够应对的范围内，无论此事如何发展都不会影响到自己自身，只是带给自己的好处有多有寡。天庭发檄文追杀的陆押，最坏的情形也就是自己被女娲圣人抓去圣母宫劳动改造几个瞬时呗，这完全在李长寿的承受范围之内，甚至还能借着这般机会感悟圣人道运，提升自身的境界。低头看着自己的掌纹，这种不用费心算计，一切又都能在自己掌控之中的感脚，确实不错。这也是自己修为境界提升，在道门话语权提升，手中掌握的资源越发庞大，且背后靠山越发坚固所带来的连锁反应。不过李长寿也知道，他这并非是真正的无为，像已认了他这个学生的太清圣人老爷，那才是真正的无为清净。太清圣人遇到不合自己心意之事，随手就可以安排优秀的法宝人去处理，了不起就是直接出手抹平。玄黄太极图，一气化三清，六圣之顶点，一动鬼神经。自己此时刚刚抵达的小境界还差远了。